最近有个新型的社交媒体叫 Clubhouse 突然火了，并且这个社交媒体非常的有个性，只有被邀请的用户才能够使用。我也才被刚刚邀请进 Clubhouse 不久，发现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地方，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带你了解什么是 Clubhouse， 我会带大家看看里面的界面，为什么它会这么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频道，我是 Grayson。相信最近有很多人都听到或者是在网上看到一个词叫 Clubhouse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交媒体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社交媒体只能够让你发语音，你不能够发图片，不能够发信息，也不能够发影片。Clubhouse 就像是一个实时的播客，你可以随时加入一些聊天室，你可以听取里面的对话，或者是加入里面的对话。Clubhouse 在2020年4月发布的，不过现在使用它有一些限制。在我录制影片的时候，它只有 iOS 版本，并且必须是 iOS 13以上的版本，并且如果你想要使用 Clubhouse， 你就必须被邀请才能够加入。但是每个人都能够去下载 Clubhouse 这个 APP。接下来我就展示给大家进入 Clubhouse 以后，它的界面是怎么样的，如何使用它的功能，并且我会在之后告诉大家为什么它还没有真正开放给所有的用户。你如何获得邀请码，并且 Clubhouse 在2021年它的前景是怎么样的？这期影片有很多精彩内容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对了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内容。如果你对这种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内容。首先，当你点击进入 Clubhouse 以后，呈现在首页的就是一些正在进行的聊天室。这些聊天室的上限为5000人，这里面有很多选项，我们一个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在最顶部左边有一个放大镜的选项，当你点击这个选项之后，你就能够搜索一些人，或者搜索一些 club。我们可以在底下也看到一些特定的话题，像是健康、科技、艺术等等。当你点击这个话题之后，这里面出现的人都是和这个领域相关的人。同时，我们可以在底下找到一些相关的 club， 然后我们再往右边看，有一个信封一样的标志，这里面就显示我有2个邀请码，我可以邀请我的联系人，但是它也提醒到你只能邀请 iPhone 的用户。接下来第3个就是有个日历的标志，这里面就会显示即将开始的聊天室。如果你对某一个聊天室感兴趣，你可以点击这个小铃铛，这样当这个聊天室开始聊天时就会提醒你。同时我们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按键，这功能就能够让你自己建立聊天室，你可以选择日期，可以选择时间，并且你也可以邀请一些人。再往右边看就是个铃铛的标志，这里面就显示了所有提醒的信息。最后一个标志就是你自己的个人页面，当你点击进入以后，就会显示你的名字，你有多少个粉丝，你追踪了几个人，然后你还可以加入自己的描述，就像 IG 的描述一样，你可以描述你自己是做什么的，有什么兴趣爱好等等，让别人更加了解你。同时你也可以加入你的 Twitter， 你可以加入你的 IG， 然后在底下就会显示是谁把你邀请进来的，你被邀请进入的时间。我们可以看右上角有个齿轮的标志，在这里有个兴趣选项，在这里就可以让你选择你感兴趣的话题，你可以选择一些你感兴趣的话题，这样系统就会推荐一些你感兴趣的聊天室给你。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首页，在这里就是所有正在进行的聊天室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Export， 就会有更多的聊天室供你选择，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加入一个聊天室。现在我们就进入了聊天室，聊天室里面的成员总共分为3个层级。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第1层级，这些带有绿色标志的人就是主持人，第1层级的人都是可以说话的，所以他们都带有麦克风的标志。第2个层级就是 Follow by Speakers， 这些人不能发言，但是他们是被第1层人所追踪的人。接下来最后一个层级就是 Others in the Room， 他们是和第1层级、第2层级没有任何关系的人。我们也可以注意到，有些人他的头像里面带有一个庆祝的标志，这些标志就代表他刚加入 Clubhouse 不久，所以会有这个标志。如果你想举手发言，可以点击这个手的标志；如果你想离开这个聊天室，你可以点击这个 Leave Quietly。在首页，你也可以建立一个房间，这里有3个选项供你选择。首先第一个就是 Open 就是对所有人都能够加入。第2个就是 Social 就代表着只有你 follow 的人才能够加入。第3个是 Closed， 你只能够邀请一些特定的人，他才能够加入对话。有些人还加入了很多 club， 例如这个人。点击这个 club 以后，你就能够发现你们的成员，所以这有点像是 Facebook 的群组，你可以加入一个群组进行聊天。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已经开始用 Clubhouse 了吗？或者你们对这个 app 有感兴趣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么为什么这个 app 还没有正式公开给所有的用户？
有2个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，他们想稳定缓慢的发展，他们想要保证他们的基础是牢固的，不会等到正式开放给所有的用户时，无法承受那么多用户同时使用这个软件，并且这样做，他们也能够提高一些功能，让整个 App 更加有实用性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还是一个小团队，由于还是一个小团队，他们就没有那么多人手去开发新的功能，去开发新的平台。但是他们在1月份的时候已经成功得到了很多投资公司的投资，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去雇佣更多的人，去提高整个产品开发的速度。如果你还没有使用 Clubhouse， 你一定很关心如何才能够被邀请使用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在你下载 Clubhouse 注册用户名之前，你首先要在你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，问是否有人已经在 Clubhouse 上了。如果有人回应，需要让他存你的电话，这样当你下载 Clubhouse 注册用户名之后，他就会得到一个通知，是一个邀请进入 Clubhouse 的请求。只要他点选同意，你就能够进入使用 Clubhouse。如果没有人回应，你也可以同样下载并且注册你的用户名。有可能碰巧有一些人在你的联系人里面得到了通知，他们也许会同意让你加入 Clubhouse。最后一种情况就是，当你下载了也注册了用户名，还是没有能够加入 Clubhouse。这个时候你就要不停地问周围的人，因为当一个用户用 Clubhouse 越来越久的时候，他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邀请码。所以当你不停地问你周边的人，总会问到一个他有邀请码。根据 Clubhouse 最近发布的部落格，他们在2021年也有很多的大目标要完成。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安卓的平台，现在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去雇佣更多的人了，所以相信很快安卓的用户能够使用 Clubhouse。第二个目标就是开放给所有的用户， Clubhouse 打算今年开放给所有的用户，但是还没有具体的时间线，估计在下半年或者是今年年底。第三个就是创作者奖励机制，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功能，估计这个功能会吸引很多创作者在 Clubhouse 上发展。这一步已经领先了 IG 还在想应该如何奖励创作者。根据 Clubhouse 的部落格，他们认为创作者就是 Clubhouse 的生命线一样，他们想要保证创作者能够得到他们应得的奖励，所以他们决定在未来的几个月开始进行一些测试，让创作者能够直接得到一些经济的利益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，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当有个新产品的出现，会威胁到其他相同领域的产品，他们会做出相类似的功能。例如 TikTok 就促使了 IG 做出了 Reels， YouTube 做出了 YouTube Shorts， 而 Clubhouse 的出现就促使了 IG 做出了回应，他们做出了一个新的产品，叫做 Instagram Rooms。是的，他们也在准备做出一些测试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社交媒体内容，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，了解最新的资讯。最后来说一下我对 Clubhouse 的看法。Clubhouse 虽然是正在处于测试的阶段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它呈现一种新型的社交媒体的形式，那就是只是通过语音、通过声音去沟通，通过声音去了解对方，去讨论一个话题，去讨论一个时事。在 Clubhouse 里面，你可以聊各种类型的话题，你可以聊八卦，你可以聊创业，你可以聊学习，你可以聊历史，不管什么样的话题，你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房间，所以你总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。另外，我觉得 Clubhouse 拉近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距离。在 Clubhouse 上，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通过语音进行交流，可以一起探讨各类的话题。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平台，我们就很难做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做出这样的沟通。所以我认为 Clubhouse 更好的实现了信息的传播，方便大家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。再来就是，如果你是一个面对面交流比较害羞的人，但是你又想和别人说话， Clubhouse 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，因为你不用和别人面对面说话，你不用和别人视频，你只需要通过你的语音就能够和别人交流、和别人探讨。总之，我认为 Clubhouse 火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它能够很好满足大家的需求，同时这种新型的社交媒体方式也会让人眼前一亮，想要尝试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尝试这款新型的社交软体。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为我点个赞。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社交媒体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频道，同时关注了 IG， 那会分享更多不一样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